上一节课我们讨论到，释迦牟尼老师回答须菩提的提问。老师回答说你看，那些个愿修大乘法的大菩萨们是怎么样升起他们的心的呢？他们面对着所有一切众生之类。鸠摩罗什这句话译得非常好，语气非常强烈，也就是六道众生一个你都不能给我漏掉。大家接着往下看，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注意，这一段是对所有一切众生之类的三个强化性的注脚，也就是强调是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好，看第一个注脚，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这在印度文化里叫四生，也就是从六道众生的降生的方式上来划分，只此这四种，绝没有第五种。也就是从降生的方式上来划分，六道众生只分为这四种，绝没有第五种。卵生，鸡就是卵生；胎生，人就是胎生；湿生，印度古代认为的湿生就是昆虫一类的降生，也就是先由母体生出个卵，然后离开母体后得需要一定的水分、湿气和温度变为成虫，这个印度古人就叫湿生。化生我们中国人不好理解，没爹没妈，噗就产生了。那么印度人认为天道有些众生跟地狱众生就是化生。其实中国人也好理解，我们中国人特别熟悉的一个形象，那个家伙就是化生。对的，孙悟空。印度人认为六道众生从降生的方式上划分，只此这四种，绝没有第五种。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释迦牟尼老师跟须菩提说须菩提呀，我可说的是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哦，这里边既包括卵生的，还包括胎生的，也包括湿生的，还包括化生的，你可千万别给我遗漏一点点哟。这是第一个强化性的注脚。现在看第二个强化性的注脚，若有色，若无色。色这个字是个佛教里边的高频词语。那色是什么意思？从狭义上讲，这个六尘之色的色，尘就是尘土的尘，六尘之色，色声香味触法的色，它对应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色对应的是眼根，对应的是眼识。所以六尘之色的色，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眼睛能看见的颜色，但是这是对色的狭义的理解。那么佛教还讲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那么五蕴之色的色，它要比六尘之色的色的概念要宽泛些。五蕴之色的色，梵文是 rubam， 这个词它不单单指是有没有颜色的问题，而是指它的存在形态有没有止碍。止就是质量的止，碍就是妨碍的碍，有没有止碍。那么通俗的讲，就是这样一种物质的存在状态，它有没有相当的密度，也就是当它们俩碰撞的时候，会不会产生强烈的相互作用。碰撞的时候能够产生强烈相互作用的，我们就称为色法。在这里指的是这个广义的色，也就是印度人认为这六道众生从存在的形态上划分，只此两种，绝没有第三种。哪两种？要么是有色的，要么是无色的。人就是有色的，
比如说，我说昨天晚上这个大楼里停电，我在楼道里跟老王撞个满怀，你看把我俩脑袋撞起了这个大包。我跟老王撞到一起，脑袋上为什么会撞起包？因为我俩是色法，我俩碰撞的时候会产生强烈的相互作用。而印度人认为天道有些众生是无色的，这个无色还不仅仅只说没有颜色，而是没有指爱，也就是他们相互碰撞的时候产生不了强烈的相互作用。中国人说对这种生命状态我们不好理解，你其实也好理解。中国民间认为有一种生命形态，中国人认为的，那它大概就是无色。什么？对的，鬼。鬼就无色。说我昨天晚上在花园里散步，跟一鬼撞一满怀，你看给我脑袋撞的这个包。如果脑袋依然撞起包来了，那你撞的肯定不是鬼，还是人。你跟鬼撞一满怀的结果是什么？那鬼就从你身体透过去了，它跟你产生不了相互作用，这种生命状态就叫无色。那么印度人认为六道众生要么有色，要么无色。那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意思就是释迦牟尼老师跟须菩提说，须菩提啊，我可说的是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啊，这里边可是既包括有色的，也包括无色的呀，你千万别给我遗漏一些。好，这是第二个强化性的注讲。现在看第三个强化性的注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想，通俗的讲，就是有情众生头脑里的思维活动。那么印度人认为，这六道众生从头脑的思维活动的形态的不同来划分的话，只此三类，绝没有第四类。哪三类？要么有想，要么无想，要么非有想非无想。人就是有想，我们一生这脑壳里的想都没断。那么印度人认为，在天道众生里有一重天，就叫无想天。那升到那儿的众生一生头脑里无想。有人修习禅定，误以为所谓禅定功夫就是修什么都不想。当然一个人能修到什么都不想也是相当难的，但是一旦你真修成就了，什么都不想了，无想了，那感得的结果就是来生生无想天。在印度有一些教派就是专修无想，他们误以为生无想天就是涅槃，而佛教认为无想天是天道，福尽还要轮回。印度人认为还有第三类众生，也就是天道的最高一重天，印度人叫非想非非想天。升到那里的众生头脑当中的思维状态呢，他既不是想也不是不想。你说他想，他没有所谓有想众生的粗想，所以只能说他非有想。但是他也不是完全的无想，还有细微的想，所以还得说他非无想。非有想非无想是升到非想非非想天众生的头脑当中的思维活动的状态。而印度人认为六道众生从头脑当中的思维状态的不同来划分，只此这三类，绝没有第四类。所以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老师跟须菩提说，须菩提啊，我可说的是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啊，你可千万别给我遗漏一些呀。这里边既包括有想的，还包括无想的，也包括非有想非无想的。这是三个对所有一切众生之类的强化性注讲。好的，接着往下看，说释迦牟尼说，那些大菩萨们面对的所有一切众生之类，他们要干什么？看下一句，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
这里边要解释一个词，无余涅槃。前边我们讨论过涅槃，那么这里边出现一个概念叫无余涅槃，大家一定就可以想到，那一定有一个跟它相对应的词，就是有余涅槃。佛教认为涅槃从一个特定角度可以把它划分为有余和无余两类。有余涅槃、无余涅槃通大乘小乘佛法，就是大小乘都说有余涅槃、无余涅槃，但是在理解上有一点点差异。那我们今天首先通俗的讲，什么叫有余涅槃？就是有所剩余的涅槃。比如说佛陀30几岁坐在菩提树下证道了，那么我们认为他老人家在那一时刻其实已经涅槃了，但这个涅槃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有余涅槃。比如说还剩余着这个身体，这个色身，为什么还要保留着身体？因为要给众生说法，跟众生结缘。等到80岁的时候，他老人家认为该说的都说的，该办的都办了，因此在80岁的时候，他老人家入了无余涅槃，就是这一点身体都不要了，彻底的进入了涅槃。所以无余涅槃就是涅槃的最后的境界，最高的境界。因此大家看这些大菩萨们发了一个什么心？他们发了一个要让六道的一切众生最后都要入无余涅槃的心。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个灭度这两个字其实是同义语的叠用反复，灭就是熄灭，度就是巴拉米过河，这在佛教里是表示同一个意思，是一个同义语的反复，同义语的叠用，表示语气的强烈。也就是大菩萨们发了一个心，要让所有一切众生都要入无余涅槃。各位读到这儿，你就应该体会到大乘佛法的心量，心量之大呀，是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大家想一想，这一切众生里边有没有我的亲人，我的朋友，帮助过我的人，爱护着我的人？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当然包括这些人，但是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包括不包括那些个伤害过我的人，打击过我的人？包括不包括？当然包括。说我是佛教徒，你也是佛教徒，那咱俩这是同修。那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包括不包括我们这些同修？当然包括。但是我是佛教徒，那位先生不信佛，那位女士批评佛，还有的人甚至诽谤佛。那么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包括不包括那些个不信仰佛的，甚至批评佛、谩骂佛、诽谤佛的？包括不包括？当然包括。所以大家能理解吗？在佛教徒心中没有异教徒，在佛教徒心中，信仰佛教的我们是同修，是朋友。那么不信仰佛教的，甚至信仰其他宗教的，依然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绝不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不信仰佛教的，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为魔鬼。佛教从来没有这样的观念。佛教是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大乘佛法就是要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今生没有缘，来生接着度，生生世世，就是大乘佛法的心量。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句话不仅心量大，而且具有着强烈的彻底性。因为在佛教徒心中，只要还在生死轮转，还在六道当中轮回，那么他一定是充满了苦难。解脱六道轮回的苦难，靠着轮回的自身是不能最终彻底解决的。有人觉得我的生命的苦是因为钱少，
因此他的解决方案就是挣钱。当然有的人挣到了钱，有的人没挣到钱。没挣到钱的人，他认为他还苦。但是你不知道，挣到钱的人，那么没钱人的苦是没了，那有钱人的苦又来了。有人把生命的苦归结为我地位太低，那怎么办？那拼命往上爬。那么有人爬上去了，有人没爬上去。没爬上去的，他认为他依然苦。但是你不知道，真正爬上去的有地位的人，那没地位的苦是没了，那有地位的苦又来了。有的人说我的苦是因为我太胖，你以为瘦人不苦？有人说我的苦是因为我个儿太矮，你以为姚明不苦？所以我们世间人总是在世间找我们解决生命苦的方法，但是佛陀说，彻底能够解决生命苦的方法只有一条，就是涅槃。所以在佛教徒心中，涅槃是神圣的，涅槃是彻底的，是最彻底的摆脱生命之苦的解决方案。所以大家看，这个大菩萨们发的什么心？大菩萨发的心是要把所有一切众生都度向无余涅槃。所以修行大乘佛法的人，他的心中，第一，心量很大；第二，度生彻底。这就是我对《金刚经》这一段经文法义的理解。